候不用真的触碰阴部，只要脑袋想过去某一段好嗨的画面，骨盆延伸到头皮，就会有一阵酥麻的感觉，很舒服。当然，下面他讲的是阴部，那个时候也是湿的，而此时阴蒂应该是因为脑袋的刺激而肿胀起来。伴随像脉搏般的跳动感，这个和男生在做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女孩子的自慰吗？其实这个女生描述的很精确，老实说，这个就是女生高潮的现象。那有些人会说，他又没有碰到，他是用想象的。大人的性爱相谈那本书里面有提到，女生的高潮有很多种啦，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有乳头啊、外阴啊、内阴啊跟情感高潮。那海蒂博士我们有提出来情感高潮，那就是像这个女生讲，就是用脑袋去想，或者是有些人是在跟他的男伴拥抱的时候，两个人很爱，在拥抱的时候不一定要性器的接触，两个人很亲密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脑袋它是会引发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反应的。那当你的身体有那种高潮反应的时候，男生如果有帮女生做过前戏就知道，当你让女生外阴高潮的时候，女生的外阴部，我之前在教有一个是在告诉男生怎么帮女生摸阴蒂的嘛，就会跟你说它会膨胀起来。那其实不是只有阴蒂会膨胀，我之前说过了，大阴唇、小阴唇的中间那个沟沟，就是连接骨盆的那个地方，那边也会肿。不是肿起来，它是会胀，有点像男生勃起的概念啦。我自己觉得是这样，有点就充血起来。那这个就是女生的外阴的高潮的感觉。那个酥麻感就是从下面酥麻到头顶，那个就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高潮的反应都一样。但是这位女生她描述的真的，有些人会觉得怎么可能？不要听她乱，没有，她描述的是事实。所以。这个是女生的自慰吗？的确是，当女生自己自慰，让不管是外阴高潮，自己用手摸，或者是用玩具吸吮器，或是什么都可以，跳蛋什么都好，或者是但是这个比较偏向是外阴高潮的表现。那内阴高潮呢，并没有外阴高潮这么的刺激或敏感。那有些人会觉得，他好像有感觉，可是没有到这么兴奋的这么明显。我觉得你可以只要享受那个过程，不一定要去追求说一定要到达某个点，因为外阴高潮的高潮很明显，那内阴的高潮加上那个是 G 点嘛，有看影片的人有 Dr. Shi 有介绍过那个点很多点。我的直播好像有讲过，有 G 点里面那个子宫颈前穹隆那边有 A 点，那 A 点的感受又会更弱一点点。有些时候其实除了性器的磨合之外，我觉得应该说女生要达到高潮，大脑的感受是会帮助女生的身体，它是会一起帮忙的，心理会影响生理，让生理的高潮会更往上，达到你高潮的那个阈值。我觉得，所以我才会一直说女生放松非常重要，还有相爱，你给你女伴爱的感觉，她就很容易高潮，这个是真的。所以前戏做好，女生就很容易高潮，不是只有你的手什么动得多快啊、多大力啊，然后什么怎样，就是用心。真的啦，跟你用心谈恋爱的女生，她要的是你的心，她不是只要那个性器摩擦感啦。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两个人在恋爱当中，那有些人就会这么想说什么，那去外面买的啊，那个不在我的讨论之内。那如果你想要看我的讨论的话，我书里面有一章节讨论。这样好，所以第一题。这是女生的自慰吗？的确也是，你用想象来的，你有达到那种很舒服大脑的感受，这个也是高潮的反应，不一定要摩擦什么东西才代表自慰，这种也是自慰，就是自己安慰自己，让自己开心的行为都是叫做自慰。那自慰这两个字不是不好的，是你知道怎么样让你自己快乐，你可以掌控你自己快乐的欲望的行为，这是好事。OK 哈，所以呢，不要再觉得女生自慰是不好或者是很羞耻的事情。但是我也要补充，我讲说女生自慰
不是不好的事情，也不是在叫某一群比较保守的人，就是你不喜欢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强迫你们一定要去做，没有这样。我讲的都是现存的现象，那要不要做是取决于你的决定，不是说我说了就你一定要做。我只是让你们知道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，它一点都不异常，但是不一定要做才叫做正常。我不知道这一句的逻辑你们有没有懂？到后来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都在上国文课跟逻辑课，已经很少那个医学了？好，第一题这样懂了吗？所以这个感受是女生的比较偏向外阴的感受。